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想来帮感情当中当下可能处在一个比较卡的状态，或者是说进度有一点缓慢，又或者有些朋友可能跟这个相处的对象存在断联，或者是当下可能跟这个人已经分手了。那么我们今天呢，想要来通过这样子的一期连接宇宙的能量来看一下关于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何去何从。感情当中呢，我们去看一个中期的时间段，就是大概6个月左右的时间未来的半年时间。那么我想这个时间应该已经是够长了的。如果当下的感情关系已经有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去看向这个未来的话，那么希望这个未来关系的走向何去何从，能够帮助当下卡在这个关系里的你去做一个决定，去看一下当前的这段关系可能让你有一点不安，或者是让你觉得不知道未来究竟会何去何从。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宇宙当下给你的指引和建议，你该如何去面对这段感情，你该如何去处理这段关系，又该如何做出最佳的决定和判断呢？好，那如果你对今天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那我们的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么我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和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神谕牌卡里。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从左往右依次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那么第1副牌的朋友，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为你选择的能量宝石。第1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为你们选择了白水晶。白水晶，好，放在这边。第2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选择的是红玛瑙。好。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选择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魅惑霓虹蓝。OK， 那为了方便呢，你可以跟每一副牌组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这段关系究竟何去何从？感情关系中期发展情况是如何的？来自宇宙的指引跟建议，我究竟该如何处理，或者是面对当下的这段关系或情感呢？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在能量上有吸引到你。
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啊，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如果你觉得两副组牌的能量同时吸引你，或者是一副牌，然后呢另外一颗宝石的能量有吸引到你，那么你也是可以点开两组都看的。因为呢有可能你的能量或者是你的讯息确实是被分到了两副不同的牌组里面哦。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关于你跟他这段关系究竟何去何从，来自宇宙给你的指引和建议吧。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颗白色的水晶，好，放在这里。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是这段关系何去何从。我们呢首先来通过这样子的一副你选择的神谕牌组啊，来连接一下关于你、关于这段关系、关于这段缘分呢究竟有怎样的一个信息，来自宇宙的指引，这段关系当下究竟怎么了，或者是到达哪里。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量。那么我们今天抽的第一张牌呢，也会作为我们今天占卜的能量验证，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OK， 好，宇宙请你告诉我，那么来自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一个背景信息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抽到了21号牌 Strategy 策略。哇，这个关系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是出现的策略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来自第一副牌的朋友，这段关系的背景信息，他走到了哪里？来自宇宙的提点。我们看一下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这边抽到了 Tower 的逆位，然后抽到了金币元素的一个骑士，然后这边有一个圣杯皇后的正位。这段关系的背景信息啊，这段关系是怎样？好，这边呢我听到的能量啊，其实呢关于这段关系啊，感觉到就是说这是一段可能有一点费脑的恋情啊。什么叫有一点费脑筋呢？就是第一个第一组牌的朋友，也许你们就是特别聪明啊，然后呢对方也许也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这个聪明不仅仅表现在智商方面啊，也许情商也是特别高的一个族群。这段感情关系呢，你们两个人都属于那种非常厉害的个体。你们对感情呢都非常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理解，有自己的计划。这段关系呢其实走得不错，而且呢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跟他的条件应该是比较匹配的，所以你们两个人对彼此也都还蛮满意，就是基本上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呢这段关系存在的问题是谁都不愿意妥协，谁都不愿意去输给对方。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关系里的两个个体属于那种强强联手型，你强他强，或者是你们两个人遇强则强啊，遇到了一个情感当中很有吸引力的一个个体，所以有一点像是因为这个人激发出自己的很多潜能。我们都知道啊，当我们进入到一段感情关系的时候，如果这段关系真的很让我们满意，或者是说其中一个去评判这个关系是否很好的标准，也是去看这段关系能否让我们成长，能否激起我们的这个上进心，对不对？那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段关系有激起你的上进心，又或者是说你同时也在激发出对方的潜能或潜力。这段关系呢，其实因为有了你们，就是有了彼此以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开始变得越来越优秀，越来越厉害，
可能都在不断的成长、完美自己啊，希望自己能够在这段关系当中所谓的被他爱的更多，或者是说能够在这段关系当中能够充当一个很优秀的个体，所以就能够通过这样子自己的努力啊，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也让对方能够看到这样子更优秀的自己。所以你们两个人是真的很棒的金童玉女啊，很棒的金童玉女。但是呢，这段关系的问题在哪里呢？我看到了 Tower， 就是塔牌呀。这个塔牌虽然是一个逆位的，没有正位的塔牌那么的猛烈，可是呢，在你们的关系当中突然出现了问题。突然出现了问题，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啊，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恋情有一点太费大脑。意思就是说，你们可能会想很多，有的时候感情呢，其实可以很简单，我们不需要去做那么多的事情，做那么多的努力来证明自己值得被对方疼爱或者是喜欢。有的时候啊，一段真正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感情啊，可能会让你觉得很轻松，你会感觉到你其实就是在做自己，就是原本的自己，你也没有特别的为这个人去努力或者是改变，但是呢，却能够很完整的、很饱满的被对方接受。可是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属于上进心很强的，然后呢，不认输啊，不认输。所以呢，这段关系里，其实你们两个人对彼此的情感是很深的。但是呢，你们未必会在语言表达和真正相处的时候啊，透露出自己对对方的一种依赖心我们所谓的 vulnerability 这种脆弱的心态。意思就是说，其实我很爱你啊，我不希望失去你，我希望你能够为我留下来。这种比较柔软的情话啊，可能是你们心里的话，但是你们不会让对方知道。而相对应的，你们表达出来的话，可能是我今天比方说表现得很好我今天被老板表扬，我今天升职了，我今天有很多的活动，就是有一点像是让自己变得很棒，然后让对方看到自己就是万人迷然后呢，因为对方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个体，所以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万人迷，或者是很多人都喜欢自己，自己真的很棒，这样子的一种能量，让对方不舍得离开你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这段关系里呢，其实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其实对彼此都用情是非常非常深的，而且呢，在你们两个人的心中，对彼此的评价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你们在用你们的大脑跟这个人谈恋爱，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聪明本领，或者是高智商、高情商，来让对方说服，或者是让对方能够懂得你或者是对方才是值得你们彼此珍惜一生一世的那个人。是你们一生一世不能错过的那个人。可是呢 Tower 出来了，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有一点点就是过多的在这段关系里就是特别的用劲特别的用劲，意思就是说非常非常多的去营造一种氛围，或者是非常努力的去让对方看到自己有多么的优秀，多么的帅，多么的美从而呢让对方可能我们讲就是会让对方吃点醋会让对方觉得有一点好像不努力你就会走或者是这个能量是相反的那么 Tower 出来以后呢，就说明有一个人在这个能量当中也就是这个追的这个所谓的情感的这个拉扯里面，可能做的有一点过分了，或者是说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插曲，本来呢只是OK 希望对方能够多爱自己一点，或者是希望对方能够多关注自己一点，或者是对方是这样对你做，可是呢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我这边感觉到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可能有一点打破你们的这种暧昧的环节，或者是打破了你们两个人关系的一种平衡，所以导致你们两个人心里其实当下有非常多的那种不满意，对对方的怀疑，对自己的一种就是失落感因为其实你们对彼此做了很多，我这边看到的是金币骑士，你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就是有一点像是争取这段爱，或者是争取对方的情感，对方呢可能也是用这种方式来争取你对他的爱。事实上这段关系可以更加简单，更加直接，就是我们所谓的丢直球。我感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太怎么讲呢，就是太聪明了所以说你们的这段感情，我觉得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有很高的一种氛
氛围感很高的一种我们所谓的环境，有很多的用这种所谓的很闪闪发光的东西，就是包装出了一种氛围感。这个氛围感也许也是你们很喜欢的，你们擅长的，你们能够办到的。但是呢，我看到这段感情里，事实上最值得你们珍惜的，也是最宝贵的，是你们对彼此真正的动心了。这份情，这份爱，才是最能够抓住你们两个人，或者是连接你们两个人的东西。可是呢，当前啊，你们两个人可能都在这种我们所谓的物质层面啊，去证明、去争取。可是呢，当下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所以把你们当前或者是过去一段时间暧昧和相处的模式一下子就打破了。你们现在就得回来，重新去整理和整合这段关系，那么这样子这段关系才会重启，或者是以一个不一样的样貌啊往前去进展。当然了，当前呢我们遇到了 Tower， 也就说明这段关系当下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去处理，你们必须得去解决。那么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解决，包括你们的想法，你们沟通的态度，你们沟通的方式，这一切的一切呢，都将决定这段关系接下来的方向，以及你们怎么样去创造你们两个人这段缘分真正能够显化在3D 世界里的一个具体的模样。OK， 所以啊，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第1副牌的朋友，我们来问宇宙这段关系何去何从。所以其实第1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不要太过于焦虑吧，因为我觉得这段关系从当下给我的背景能量来看，第一个就是你们两个人其实对彼此用情很深，只是可能嘴巴上不说，然后呢藏在心里。第二个呢，我看到的是你们两个人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哦，对彼此的这种关怀是很多的，而且呢，你们两个人可能在日常的相处和交往当中都有比较多的交集，你们也在这种交集当中慢慢的去努力，慢慢的付出，在这样子一段长的时间里来，你们已经给彼此很多那种感动啊、温柔啊、惊喜啊，我觉得这些东西你们都有做，都有走过，对方也有来为你去投射很多他的精力、他的能量、他的时间，甚至包括他的一些金钱啊、朋友圈等等一系列的哦。所以我觉得大的方向这段关系还是很不错的，只是说当下你们两个人要么就是卡住，要么就是发现这段关系以当前的这个模式相处下去已经不够了，不足以满足于你们对彼此的就是需要。因为我看到这段关系越是往前走，你们两个人就越走心。两个强大的灵魂都不是轻易能动情的，两个强大的灵魂都不是轻易能够打开自己心扉的。可是呢，你们两个人在相处过程当中越来越走心，越来越用情了啊！所以这段关系其实到当下的这个状态，它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就是 Tower 突然出现搅局的人，突然出现一个搅局的事情，未必不是好事。我们来看一下啊，第1副牌的朋友，这段关系究竟何去何从？来自宇宙的指引是什么？我们这边有一个宝剑一，我觉得这个宝剑骑士他已经快正了啊。来，我们把这个牌稍微整理一下。我会觉得这个人呢，应该是快向你走过来的。你们两个人肯定是需要这个所谓的沟通啊、交流一系列啊。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宇宙的能量啊。太阳牌的正位 ，OK。我们看的是未来中期6个月左右啊，关系的一个发展方向。对呀，我觉得第1副牌的朋友，这段关系是很有机会，对，很有机会。来，我们这边有个金币3的逆位在牌底。好。首先呢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两个人都是成熟的人啦。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感情里都是成熟的，你们用脑很多，都非常聪明，所以这段关系里你们想的肯定多。OK， 想得多啊，想得多的话呢是好事，因为呢这样子你们就不会就是说，只是被动的去接受，而是自己也有自己的判断，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那么我看到这段关系的未来呢，首先呢，第一个就是 Ace of
Swords， 这个就是宝剑一。宝剑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经历了一些所谓的关系里的阻碍，或者是经历了一些关系里的动荡期啊。我们这边有 Tower 嘛，所以有一些动荡，有一些让你们觉得必须要去变的，或者是不得不变的一些东西，已经在你们的脑海当中，在你们的心里形成了一种非常坚定的想法。宝剑一呢是在讲，在未来的关系发展当中，你们将有新的想法。这段关系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也许更加的表面化、形式化，或者是隆重的，有那种我这边一直听到很隆重的一些东西，可能是你们两个人在约会的时候有很隆重的设定或者是设置。这段关系在过去的相处约会里面，你们可能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比方说精心的准备，比方说用心的去打扮自己啊，因为非常期待跟这个人的相处，所以你们在心里是非常非常的，所谓的在见这个人之前，可能心里就已经想很多了，就已经跟这个人就是说连接的很紧密。那么在真正相处跟见面的时候，你们其实心里是非常期待的，而在见面跟相处的时候，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时光也是我觉得应该是过得很快的。但是呢，在你们真正相处见面的时候，也许你们两个人也会很紧张，就是说因为很期待，因为很爱，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说一些稍微有一点违心的话，或者是有一点就是我们所谓的稍稍的把自己再吹得好一点，吹得高一点哈，这个都没有关系。那么我看到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呢在这种相处模式当中有一段时间，但是呢走心就是走心了，动情就是动情了。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段关系应该是属于进展缓慢，或者是这段关系在近期有一点卡，对方可能有一点不知所措，或者是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或者是处理这个人。然后呢，在你们的沟通和相处的时候，可能没有之前那么的顺畅，或者是没有之前那么的频繁和热情，所以你们两个人不太清楚究竟接下来该如何去面对这个人，或者是对方也不清楚接下来该以怎样的身份，以怎样的方式来面对你。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你们有一段时间属于冷静期，有一段时间属于思考期有一段时间你们会回到自己的一个地方，更多的是在自己的环境、自己的圈子里面，自己舒服的地方，想清楚究竟心里是怎么想的。你们两个人会同时做这件事情。那么宝剑一呢，就是所谓的在自己的地点我们所谓在自己家里面吧，对不对？在自己的闺蜜那里吧，说很多心里话表达很多心里真实的想法，慢慢的通过这种抒发情感，或者是自己一个人整理思路，听着情歌，就开始形成了一个认知。这个认知就是心里有这个人，这个认知就是明知道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能够所谓伤到自己的人。什么人能伤到自己就是我们喜欢的人，就是我们把心交给他的那个人。如果我们不动真心的话，这个人永远都伤不到我们的内心，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这个所谓的判断是不容易的，这个所谓的勇气爱一个人是需要勇气的，所谓的真的爱是真的需要勇气。所以说宝剑一我觉得很多朋友这段关系其实你们会迎来这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呢，是真正的问了自己的内心，想清楚对方在自己的心里是重要的，你在他的心里是重要的。所以我看到你们两个人会迎来真相。什么是真相？就是其实是真的喜欢，不是玩玩而已，是真的动心了，不是说像 OK只是条件匹配，大家觉得可以去暧昧，不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更像是在往一个更加稳定的方向去行走。你们之前呢可能是暧昧，你们之前可能是约会，可能更多的是那种暧昧是那种你吸引我，我吸引你，然后呢我去告诉你我真的是非常优秀，用你的方式 OK， 对方呢也用他的方式告诉你其实我也是不差的。你们两个人有一点拉锯战的感觉，因为我刚才一直觉得你们俩是感觉是两个最强大脑在谈恋爱，情商跟智商都超级高，所以你们用了很多的大脑去算法或者是分析去投人所好，然后呢去让对方知道自己真的很棒。
所以你们用了很多的精力跟时间来做这件事情。那么现阶段呢，你们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把你们拉到现实。现实是在真正的感情面前，不用太多的算计，不用太多的包装，不用太多的所谓的证明，而是你们要拿出真心和实意，甚至是表达出自己的脆弱。每一个人都是脆弱的灵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可能需要一个肩膀靠一靠的时候。那么现在或者是未来的一段时间，是你们所谓的表现出自己的脆弱，或者是对方让你们看到那个不曾别人看到他脆弱的一面。你们要真正的走心，你们要真正的连接。我们的第二个能量是什么？第二个能量呢是宝剑骑士。这个骑士呢是在讲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面，其实你们一定会迎来一次非常值得你们珍藏、值得你们去把握的一次心与心之间的谈话。这个是 Knight of Swords。 那么这张牌呢，我抽到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点腻，但是又觉得好像它不会再腻了，所以这个能量让我连接到就是说这一次的深度谈话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言就是不容易，因为你们相当于是脱去自己华丽的坚硬的外壳，把自己柔软的内心和柔软的灵魂让对方看见。那么这样子的一次深度的谈话，能够真正的把你们两个人的心拉近，能够真正的把你们两个人就是比方讲和好，比方说误会被化解，比方说两个人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创造你们的未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 Strategy 21号牌，它的数字是3号，是创造，是创意。所以你们如何去打破当下的一种相处模式，创造出一种更新的、更好的、更加紧密和亲密的连接呢？我觉得这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接下来你们关系的一个走向。OK， 那么当你们有了这样子的一次深度的谈话以后，我看到在感情关系当中曾经有一点犹犹豫豫的你们将会变得不再犹豫。我们这边看见的是太阳牌和这个 Justice。太阳牌和 Justice 这边有2个能量。第一个呢，这个太阳会把这个 Justice 的逆位变得更加的有助于你们。就是说曾经你们可能犹犹豫豫，或者是本来还有一点下定不了决心，还是不太确定，可能还在分析，用自己的大脑我们这边天秤座的能量很重，还在去分析，还在去想究竟怎么回事。但是呢，有了太阳以后，我觉得你们的热情，我们这边加入了狮子座火象的能量就是说这种热情，我们所谓的内心对未知的渴望，以及对未来的一种期盼的能量，会把自己当下的这个决定之心、犹豫之心就是收敛住。你们将更加的想去争取这个未来，而不是说简单的去衡量当下能否去通过现有的数据信息对这个人的评价对自己的认知去做这个判断。所以我们看到是更加有这种灵性的加入了，有这种直觉的加入了，所谓的因为相信所以认定。那么这段关系呢，我们看Justice 的逆位，太阳牌的正位，我觉得你们将迎来这个新的开始。你们的生活将在这样子的一个6个月的时间，中期3到6个月的时间，迎来一个全新的开始。你们将更加走心，更加信任彼此。通过这样子的一次认真谈话，更加懂得彼此对自己的用心，对自己的真心，而你们也将拿出更多的真情和真意，或者是不再说一些违心的话，不再去骗对方这个骗要打个引号，不是真的骗这个骗是有的时候嘴巴可能很硬不愿意告诉他其实你喜欢他，不愿意告诉他其实你在乎他，可能会用一种反话的形式然后让对方觉得其实你做这个事情不是只对他，不是为他而做，其实你明明就是为他而做嘛，对不对？对方可能跟你有同样的问题，明明是特意来找你，特意为了你而来，特意来帮你，却说我只是路过而已，对不对？所以你们两个人可能都是这种个性我们这边天秤座、狮子座的人很多。那么最后呢，我们这边有一张牌是圣杯10，这张牌很好。这张牌是说6个月之后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跟这个人的关系真的会缓解，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会很好会很和谐你们两个人呢会很开心甚至有些朋友跟这个人之间呢可能会迎来一种非常浪漫的
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的状态。你们不再用外面的豪华包装，也不用去证明自己值得被他爱，对方也不用在你面前装的就是把自己包装的好像他非常的完美，而是你们两个人一边在欣赏彼此的优秀，一边也知道自己的不足，而知道自己的不足已经被这个人看见，而这个人不嫌弃，而这个人呢愿意接受完整的你都愿意接受完整的你，也愿意接受完整的他。所以呢，最后的这张牌是圣杯十，非常的好。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现在所处的关系的这个位置，更像是在一个磨合进阶期。只有通过了这样子的一次磨合、挑战或者是考验，你们的关系呢，其实会更进一步。当然啦，这边的这个 Knight of Swords 这个真心的谈话，需要你们两个人一起完成。好，我们现在呢来抽一个这个巫师之钥对于当前的一个状态，来自巫师给你的指引，该如何的去疗愈，该如何的去解决，该如何的去面对。来自巫师有怎样的提点和建议给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我们来听听看。好，我们最下一张牌，最上一张牌，取2张。第一张牌是东面 Emergence，OK， 东面 Emergence。第二张牌是 Bells， 这个是要领 Deflection。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东面东面是什么东面呢，我们都知道太阳从东面升起，东面呢，它所代表的能量是全新的未来，是崭新的一天。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这边连接到非常强烈的一种能量的感应，就是说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当下无论是什么样子的状态，你们将迎来一种新的未来。可能过去确实有误会，过去确实有这种生气的，或者是吵架的，或者是让你们很无语的，很责怪彼此的一些东西但是呢，我们都知道tomorrow is another day， 明天是新的一天。过去的事情呢，可能确实有不好，可是明天是新的一天，我们要更多的去看向所谓的美好，而不是纠结所谓的过去已经发生了没有办法改变的过去。那么第一组牌的朋友宇宙呢当下给你的一个建议，也来自于巫师给你开的一枚解药，就是要学会去放下和放手。你的心里，第一组牌的朋友，如果真的很喜欢他的话，那么当下呢，其实要放下所谓的 strategy 这个策略跟算计，不要去想那么多，要去更多的去想 Queen of Cups 圣杯皇后你的心究竟是爱他的吗？你究竟有多爱他？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他的话，何必对那些小事纠结？再说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如果在你们的关系当中真的是被一个人搅局，那么你就想一想，因为搅局的人出现你很生气，而放弃了一个你很爱的人，真的值得吗？还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要先去抓住那个重点，重点是我们要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因为那样我们才能够获得这个幸福。那么至于说这个来搅局的人，当你跟幸福的他走到一起以后，这个搅局的人不就自然而然的不在你们的关系里了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跳脱，我们要学会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看向我们的生活，看向我们的世界，看向我们的选择。这样子呢，也许能够对第一副牌的朋友能够让你们更加好的去转变一个念头，让你们更加迅速的去创造一个新的未来，跟这个人新的我们所谓的实相。那么在这个东面里面，我们看到这棵树我们看到树，那么过去的这个乌鸦呢，它画的颜色比较淡一点，然后呢，这个树这边的乌鸦颜色比较深一点。我们感受到的是这个乌鸦更加的有能量。你看我们这边有太阳，东面出的是太阳，新的开始和更加阳光的未来就在你的面前，只要你愿意抓住，只要你愿意去肯定它，你就能够拥有它。第一组牌的朋友，这边能量非常的积极，而过去的那个有一点悲伤的、郁闷的，或者是有一点不满意的过去，我们要让它离开。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何必再去想过去，何必再去纠结于昨天呢？
这个呢就是宇宙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啊 ，emergence， 出来啊，太阳出来了，新的未来已经来了，我们要去抓住它。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是这个灵嘛 ，deflection。这个呢，我们要怎么去看它啊？在巫师的那个我们所谓的部落里面啊，巫师用的这个灵究竟是干嘛的？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剧啊？古时候的一些剧，巫师拿灵啊，都是去驱邪的。所以呢，这个 deflection 的意思是偏转。什么叫偏转啊？如果说在一个磁场里面有恶灵，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能量的话，巫师就用这个灵震了以后呢，就把这种不好的能量给震走。所以呢，这张牌啊，我看到是什么呢？可能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因为我们这边有 Tower， 真的在你跟他的关系当中存在一些不好的能量。这个不好的能量也许是一个嫉妒你们的人，这个不好的能量也许是想抢走你，或者是抢走他的第三个人。这个不好的能量呢，可能是一个误会。可能是一个误会，它并不是真实存在，但是因为这个误会引发了你们两个人对彼此情感的一种疑问：你真的爱我吗？你是真心的吗？那么这种能量啊，宇宙说当下你们要把它震走，也就是说震走怀疑，震走偏见，震走我们对自己内心的不确定或者是不自信，我们要震走负面的能量。从而呢，净化这个磁场，让你跟你自己心中当下所爱的这个人可以和好如初，可以再续前缘，甚至是让你们的关系往前推进。我觉得这张牌的这个灵啊是非常好的一个能量。如果有朋友啊对这个所谓的巫师的这个能量比较的感兴趣的话，甚至是说你想通过一个仪式啊来排除当前你跟这个心中所爱的人你们关系当中任何不好的能量，那么你可以用一个铃，通过摇铃啊，我这边也有一个铃，不在我手边，对啊，就是通过摇铃的方式，或者是你可以听一下音波。OK， 听一下那种正的音波，来让自己呢远离这个负面的想法，远离负面的能量，或者是让你们关系当中做一个我这边有视频啊，就是净化仪式，来净化自己的磁场，净化你跟他之间连接里任何阻碍你们的我们打个引号啦，小人啦或者是阻碍你们的一些其他的人的干扰让你们的关系可以很好的连接在一起，让两个有情的人都能够获得双方彼此的幸福还有快乐。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很开心，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关系何去何从是针对于当前关系里有一点卡的，或者是有一些进展缓慢的朋友，但是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里有非常好非常稳定的能量，既有稳定的发展，稳定的去付出，又有深刻的情感，所以这段关系呢应该把握啦感觉到是应该把握，不要错过不要错过，也祝福所有第一副牌的朋友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哦。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颗红色的玛瑙。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在这段感情关系当中，那么如果当前呢你是一个分手断联，或者是感觉到这段关系目前进行的非常的缓慢，或者是已经卡住了，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来连接宇宙的这个能量，这段关系当下是何去何从。我们首先呢来通过你们选择的这一副神谕卡来连接一下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当下你们的关系的一个背景信息，那么宇宙要给我们什么样子重要的提点，我们来参考一下。同时呢，也作为我们今天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能量的一个验证。好的，35号牌 Loyal Heart 这个是忠诚的心。那么这张牌出现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为什么卡住呢？这张牌出现代表你们两个人是心心相印的呀，你们两个人的内心当中对彼此是非常认同的呀，而且这段关系里面情感的深厚和连结是很深的呀。
我们看啊，35号牌，我们得到的呢是数字元素8。那么这张牌呢，它在讲的是一种 renewal， 就是重新开始，以及 growth 成长啊，如何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关系里的状态或者是遇见的状况啊，两个人去突破它，然后呢去取得共同的成长，让你们两个人的心连接得更加的紧密啊。好，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第一张，哇 ，Lovers， OK， 第一张牌是 Lovers， 好的。第二张牌是 Nine of Wands， 权杖9。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能量，然后呢是 Six of Wands。好，这段关系哦，你们两个人是命中注定的恋人啊，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是命中注定的恋人。但是呢，这段关系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啊？久久的不能进入到那种状态里去。什么意思呢？这段感情啊，你们连接的深厚，你们对彼此的心意非常的明显，你能够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心是爱他的，对方也非常清楚他的内心有你，他喜欢你，他想跟你在一起，你是他的天选，你是他的命定。你们两个人已经抓住了彼此的心啊！我们看这张 Lovers 啊，你们已经抓住了彼此的心。其实呢，你们彼此啊，就是所谓的对方如果捏一下啊，就是你的心脏，你就会很痛；你捏一下对方的心脏，对方心很痛。也就是在讲，你们现在的心都不属于自己哦，你们已经把心给了对方，给了彼此。所以你们现在这个能量是相对应的啊，是相互的。你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你，这个能量是坚定不移的，是绝对的。那么当下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地方啊，我看到的第一种情况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啊，跟这个人属于长时间在一起，是不是觉得没什么兴趣了？还是说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虽然心心相印，连结情谊都深，可是在生活的打磨以及生活的相处当中，遇过了太多的大事小事啊，我们所谓的生活的这种打磨啊，因为这种是权杖9，所以你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们已经共同面对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非常清楚这个人在心里的地位，一生都不会去有人能够取代，而你在他的心中也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但问题是什么呢？但问题是你们两个人现在的相处出现了状况，出现了问题。我这边看到的是权杖6的逆位啊，也就是说权杖6的逆位，其实你们离成功很近，但是呢，却遇见了阻碍。好，还需要一些牌卡。我这边听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啊，就是所谓的老夫老妻的感觉啊，虽然你们不一定就结婚了，但是有老夫老妻的感觉。第二个呢，有些朋友跟这个人呢，就是爱得很深，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口吗？还是说爱得很深，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去打破当下的一种情谊连接很深？那么这边有的朋友是什么？好朋友啊，你们是朋友，你们已经超越了友谊，但是你们成为恋人的话，是不是觉得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彼此啊？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什么牌啊？吊人牌。有一部分的朋友啊，跟这个人之前呢，可能有一点吵架啊，有一点闹矛盾。我们这边出现了宝剑6嘛，那么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之前闹矛盾，然后呢闹得很凶，吵架吵得也有一点厉害啊。那么当下呢，宇宙在说，你们其实是在一个过渡期，你们离开了当前的这个所谓的矛盾啊、隔阂啊、误解呀，还有生气呀，你们就能够去到一个更加平稳的地方。我们这边也出现了重复的数字6。这张牌呢是吊人牌的逆位啊，吊人牌的逆位呢是在讲 timing 啊，你们所谓的觉得等的时间太久了 ，OK， 不想再等下去了，已经开始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爱自己啊。第二个呢是吊人牌出现了以后，有些朋友可能觉得不值得再等待 ，OK， 出现了不值得再等待的问题啊 ，The Hangman，所以说啊，第二组牌的朋友，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连接背景的信息当中啊，我觉得你跟这个人的情谊，
应该是很深的啊。我们既出现了恋人牌，出现了这个忠诚的心，这2张牌呢，直指你跟他的缘分是非常深厚的。有些朋友跟这个人应该是婚姻的关系，或者是你觉得如果是谈婚论嫁的话，一定是这个人。第二个呢，是你跟这个人之间啊，2个人对彼此的心意都是能够深深理解的。而且呢，我也感觉到啊，要么呢是你们已经在婚姻当中了，要么呢就是你们已经差一步就是谈婚论嫁，就是成功。我们这边是权杖6的一个逆位，当下是一个逆位，说明有些朋友可能还需要再等一等，或者是说你们曾经经历了一些矛盾，或者是经历了一些吵架，你们对一件事情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你在心里感受到不公平，感觉到委屈，感觉到这个人没有站在你的这一边啊，所以说我们这边出现了吊人牌，有些朋友不想等，想放弃，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所谓的生气的时候啊，情绪产生的一种想法，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你真心想离开的感觉啊。吊人牌的逆位，你们觉得不想再等了，不想再去所谓的陪这个人啊。也许这边有第2组牌的朋友，就是你在创业，或者是对方在创业，但是呢，你们希望的是等创业成功以后啊，再2个人走到一起，能够给彼此最好的生活。可问题是，你们2个人可能在这种恋爱期啊，长跑了很久，权杖9嘛，已经长跑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想再等他，或者是对方也觉得等了你很久，不想再等你了啊，因为他已经等了太久了。所以呢，这边啊，我感觉到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现在可能是比较纠结的，因为这个人在你的心中的比重很重，然后呢，你在他内心里面的比重也非常非常的重。可是呢，我这边还是能够感受得到，很多朋友，你跟他之间的我们所谓的距离啊，比你想象的要近，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远，而且呢，问题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的大。毕竟你们的感情基础是非常非常深厚，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如果当前选择放弃的话，感觉是有一点遗憾的。当然这边也是要看你们啊，如果这边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对于现在心中想测的这个人是真的喜欢，是真的很爱，而且你也已经视他为你的一生一世的话，那么这段感情是值得等待的啊。我这边看到非常多好的能量，而且这边我看到了宝剑6，也就是在说当下的这个能量它是在运动的，你们不是死死的卡在这里，而是你们在思想当中已经慢慢的说服自己，慢慢的去整理你们的思路，开始去让自己想通，让自己放下，让自己去看向更美好的未来。而当下的这个吊人牌呢，更多的像是在说时间啊，时间你们需要去把握一下。有的时候可能心中很郁闷的是，没有在我们希望的时间发生我们想看见的一个事情，或者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有的时候啊，我们要能够去所谓的跟宇宙的时间一起工作，就是说我们要跟宇宙一起创造实相。我们如果把时间控制得很死，一定要在那一天发生那个事，比方说我要在那一天听见他对我的表白，我要在那一天听见他对我的求婚，或者是我要在那一天听见 OK 他大声的说我爱你，那有的时候可能会事与愿违。但是呢，就算那个时间不出现这个最美好的我们所谓的样子，不代表这个人心里没你，不代表这个人不爱你。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是要能够包容包容他，包容这个世界，也包容自己，也给自己更多的机会和温暖不要去执着这个所谓的一定要，而是去充满着所谓的爱的心，去憧憬这个未来，相信这个未来，那么这个未来一定会出现在你的眼前第2副牌的朋友，我这边看到这种能量星座能量给大家参考喽。这边有双子座狮子座，双子座狮子座能量很多哈。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预测，这段关系究竟是何去何从第2副牌的朋友，看一下你们的关系未来走向哈。我们今天看一个中期，我们来看一个6个月时间，我们来看这个感情的发展方向，看看6个月未来半年，你跟这个人能否修成正果，能否所谓的通过这个过渡期来到你们心中真正想看到的一个感情关系的状态里呢？好，感恩宇宙请宇宙给我们指引。
感恩。Hierophant， 然后是宝剑五啊，真的是，刚才我就觉得宝剑五的能量应该会出，对 Hierophant 的能量。好，愚人牌，对啊，全新的开始，而且是一张正位的。好，让我把这个牌整理一下。未来6个月哈，我们来看一下第2组牌的朋友，这段关系是何去何从？金币10，最后一张牌，宝剑10，看一下这一张，这个是 Emperor 啊。好，来第2组牌的朋友啊，我真的有觉得这个人他跟你的这张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战车，这是整个在这边的牌啊，战车牌啊。所以说，对第2副牌的朋友啊，不要太担心啊。我们这边呢，你看我们抽到的是所有的正位啊，有的时候我会抽所有的逆位，但今天我们抽到的是所有的正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是非常积极的，是非常乐观的，请你们不要去焦虑啊，不要想太多。就算没有在那个时间发生你最希望看到的那个事情啊，比方说求婚啊、订婚啊、说他喜欢你啊、表白啊这些，就算没有发生，不代表你们的感情啊这个不够深，不代表这个人不够爱你。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3D 世界当中啊，每一个人他的这个外界环境其实是可能会每一天发生很多不同的事情。也许那个人在那一天的状态不好，不是他状态不好，是他的身边发生了一些事情，而这件事情也许你当下根本就不知道。而且呢，有的时候啊，每个人心里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每个人呢，他都有他自己的苦衷。越是相爱的人呐，可能我们越会去把自己的一些苦啊留给自己，把更多的爱呢分享给别人。所以说，当下第2副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在说这个关系的未来走向。首先呢是 Hierophant 这张牌呢和宝剑5一起出现啊，我觉得你们2个人可能在关系当中还是要有一个所谓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呢，我当前看到的是你们将在未来的6个月打破旧的模式，创造新的模式，或者是有一个人呢必须得去有一点像是愿意接受这个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呢？第2组牌的朋友啊，我这边看到的是你跟他之间的爱很深。你们2个人呢，在这个相处的有点柏拉图式爱情里面，这个通过的时间非常的久。那么在这么久的时间里面，你们经历的事情就多，事情多了以后呢，就是好的多，可能不好的也多。所以呢，在你们的心里，不仅连接的深，对彼此的一些误解呀，或者是出现的矛盾啊、委屈呀，它也会相对多一点。那么宇宙在讲啊，未来的6个月，你们需要去 Hierophant， 就是学习。以一个比较所谓的尊重彼此的，或者是说敬佩彼此的、感恩彼此的方式去学习。而且呢，第2副牌的朋友，未来6个月你跟他之间走的是精神之旅什么叫精神之旅？就是你们跟你们之间的这种情呀，还有这个所谓的激情啊、热烈呀，它已经是非常深厚了，或者是你们已经体会过了。你们现在要走的是更加所谓的精神上要能够达到一种共识，或者是说你们当下的这个时间段以及未来6个月就是要建造这种共识。你们现在的发展方向不再去谈情说爱了，因为谈情说爱的能量已经有了，你们非常清楚这段情、这段爱就是相互彼此已经认同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去把这段情分、把这段缘分踏踏实实的落地在我们的3D 世界里，可以成功的跟这个人和好，跟这个人组建家庭，有孩子，或者是说跟这个人我这边看到就是结婚。OK， 这边非常非常重的这种结婚的能量这种仪式感以及这种新的秩序以及稳定在这个地方出现了，非常的强烈。所以你看第1张牌呢就是 Hierophant 呢是一个精神导师，他比较注重的是传教，他比较注重的是别人能够听自己的。所以呢在这里还加上一个宝剑
5的能量。所以第2副牌的朋友啊，在你跟他之间呢，你们需要的可能是在上一次的争吵，在上一次的冷战当中，去意识到你们2个相爱的人之间去吵架，或者是去伤害彼此，或者是2个人不愿意承认我错了，一定要说对方错了，或者是一定要证明我是对的，我赢了。这种能量对于你们的感情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呢，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你们是恋人，无论是谁对，无论是谁错，最后你们2个人都不开心。你们要的是这段关系得到一种成全，你们要的是这段关系得到最终的胜利。所以在关系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淡化我们自己的一个 identity，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事情要两说。一个呢，是我们要在关系当中保持自我的独立，我们要保持自我，不能在关系当中迷失自我。但是有的时候呢，在关系当中，我们又不能够说好像一定要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说了算，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配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妥协，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去折中。这一切不是说我没有了，这一切是为了这段关系能够 thrive， 就是这个关系能够发展得很好，这个关系最后能够取得成功。你跟他是单独的个体，当你们2个单独的个体走到一起，你们其实创造的是一个新的整体。这个新的整体就是1+1大于2的一个连结，而你们当下呢，就是在这个6个月时间最重要的一个 lesson 或者是一堂课，就是意识到其实你们2个人是一个共同的整体，就算是对方错了，你也不会开心。你们要的是双方彼此在这段关系当中得到滋养，得到包容，得到原谅，得到谅解，得到支持。你们将在这段关系当中真正的品尝到所谓的爱情的力量。我们都是在讲爱能够战胜一切。那么有多少人真正的体会过这个爱能够战胜一切？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爱能战胜一切做出自己的努力呢？我们看这里Hierophant和宝剑5，你们需要在这段关系当中，在5号牌我们说5号牌其实它有很多的能量5号牌呢，我们看到那个五角星，它是水星 Mercury 的能量，所以你们需要在沟通当中，在表达里面去找到这个 wisdom 智慧，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去表达，怎么样让对方知道其实你们2个人想的是一样的，你们要的是相同的，你们对彼此是绝对忠诚的。这是你们接下来6个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去体会的，要去学习的，要去成长的部分。所以你跟他之间在未来的6个月，你们有可能会在所谓的冷战和吵架当中开悟有的时候呢，这个情侣之间吵完架以后，其实通过了一段冷静期，关系会变得更好。OK， 有的时候甚至是吵架就是说能够让你们2个人有一些真情实感吧，就是平常可能不好意思说的没能说出口的话，都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那么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给我的能量可能有一部分是这样子吧，但是我觉得你们更多的是在一种有一点像是在沉默当中，或者是在一种冷静的交流当中，说出你们的心里话，把你们的心底话交代出来。而当你们真正的把这些话语说出来以后你们将能够感受到这种有点像是语言的魅力，也是语言的强大。因为我们人之间呢，这种沟通跟交流是真的很重要的。虽然有的时候语言眼神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彼此的能量以及彼此的一种感应态度等等，但有的时候呢，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也许我们感应的不准确，有的时候我们也许感应到的和对方想表达的是有误差的。所以呢，我看到这边第2组牌的朋友，好好的跟这个人交流，好好的跟这个人说说话，好好的让你们在比方说如果真的吵架了，在你们的安静期冷静期里面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想一想，去体会那些细节里的对方真实的想表达的心意，而不是我们眼前看到的他怎么样，或者是他没怎么样，不是那么的绝对，也不是那么的简单。OK， 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愚人牌，这张牌就是说，当你们体会了这种比方说语言里的无论是真挚也好，是有一点
所谓的没有那么多的语言也好，在安静期也罢，你们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愚人，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在未来的6个月啊，会勇敢的重新开始，去奔赴你们真正心中想要的未来。这个未来呢是金币石啊，非常的美好。我们看到这个能量的跳跃啊，是非常非常正向的。我看到很多朋友啊，可能会在这种吵完架之后，哭泣完了以后啊，冷静期过了以后，发现，哎，真的是没必要。啊，不值得，何必呢？何必去伤害一个爱自己的人？何必去伤害一个我们爱的人呢？所以你看愚人牌这张牌有点像是你们对彼此有一点愧疚啊，可能之前话说得很重，或者是说你们在之前的交流当中啊，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所以有一点像是自我反省的感觉。那自我反省以后，可能就想弥补对方，那对方呢也想弥补你，所以你们两个人是双向奔赴啊，希望能够重铸这段缘分，或者是修复这段情缘啊，修复这段缘分啊，所以是愚人牌，我们出现了彩虹。也许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关系里确实有一个裂痕，或者是确实有一个断崖的东西，但是你们可以跨越这个断层线，或者是跨越这个所谓的阻碍 ，OK， 去向一个全新的未来进发。只要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就可以过去。所以我看到是通关成功，或者是成功的啊，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在关系新的未来里面，我们有金币石这张牌讲的是阖家欢乐啊，阖家欢乐。也许有些朋友呢，在这边会带彼此啊去见父母。我看到这段关系是见父母啊，见父母，见家人。所以这段关系如果当下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话呢，就是定下来。啊，我这边看到是定下来，金币石啊，跟家人朋友一起呢去介绍啊，或者是去一起啊，所谓的相处啊，对吧？让他都融入这个大家庭里面。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在金币石里面啊，我看到是，如果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已经是很稳定的，本来就在家庭关系当中的话，那么就是重新去让这段家庭关系变得和谐。啊，甚至有些朋友可能会跟这个人就是有孩子，有自己的小孩，所以这个能量出现是非常稳定的，非常稳固的。那么我们最后的2张牌呢是宝剑石和 Emperor。这张牌宝剑石象征着过去的自己已经死去。什么叫过去的自己已经死去呢？可能曾经那个所谓的心里不开心啊，哀怨啊，或者是觉得对方对自己不好啊，对方不够爱啊，或者是对方的是不是心里有别人啊，是不是事业更重要啊，是不是自己没有什么分量啊，这些所有的负面的情绪将会结束掉，也就是所有的那种所谓的潜意识当中可能会冒出来的一些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想法，全部都会消失殆尽，而出现的能量是全新的未来。这张 Emperor 代表着新的秩序、新的规则、新的架构，也就是说，这段关系将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面进入到新的稳定期。进入到新的稳定期，这个新的稳定期里的规则是在你们就是我们所谓从当下来算前3个月制定出来的，是你们通过学习、成长、感悟，包括冷静的反省，以及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可能有的争执、沟通、交流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秩序，去新的感觉到这段关系应该怎么走，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它。所以这段关系是迎来新的一个境况，或者是新的一个状态。OK， 我们这边新出现的一个星座跟大家参考，有金牛座跟白羊座。所以我们这边其实出现的能量有很多双子座、狮子座、金牛座、白羊座可能还会有一些水瓶的能量在这边。那么这些能量呢，就给你们参考了。有的时候一段关系可能真的需要去努力，有的时候一段关系可能真的需要我们去好好的把握，而不是轻易的说再见。所以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有这么样子好的感情基础，所谓的忠诚之心，那么这段关系呢，感觉到是不容错过，不容你们轻易的说再见那么在这张恋人牌，我看到了一个能量，也给大家说一下。我看到了呢，其实对方有很多时候做的一些举动，做的一些事情呢，是你不知道的。我们看这个人呢，他手上拿了一瓶香水，在这2个人呢很亲密的时候，这个香水是在洒这个我们所谓的玫瑰花，也就是你们的环境。其实这个人呢，在非常努力的为你创造一种环境，为你创造一个可能幸福稳定的家，
或者是说这个人呢，在通过他的一些默默的努力啊，为你们营造和打造一个你希望的一个未来，或者是你希望的生活的景象。那么这个人可能有的时候希望能够等他做成做到以后再跟你讲，而不是把自己的所有的努力都跟你说，哎呀我今天为你做了这个，哎呀我今天为你做了那个。但是呢因为你不知道嘛，然后他有意的想去就是偷偷的为你做，默默的为你努力，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误会，可能也会有一些所谓的误解了。所以说第二组牌的朋友啊，从当下的这个能量来看，真的挺不错的。虽然说我们今天看的是有一点卡的关系啊，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真的是感情很深厚，而且呢这段感情关系未来的发展应该是是你想要的吧。好，希望是你想要的样子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来自宇宙，来自这个指导灵希望能够给当下的你的一个建议。OK， 我们来抽一下这个建议牌。OK， 我们这边是7号牌以及19号牌。7号牌是 To the Sea， 19号牌是 Flexible。这两张牌呢，其实有一个地方是比较就是都有的意思。To the Sea 呢，有一个意思就是要去在大海当中感受这个海的波浪，去感受海的波浪，就不能够让自己去挣扎。如果是挣扎的话，可能就感受不到海的这种波浪的起伏。那么如果我们在大海当中，我们坐在船里面，这个海的波浪以及海的这个洋流会带我们去向他希望带我们去向的地方。就像生活，有的时候我们挣扎，可能最后还是去到那里，因为生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一个方向感。这个生活当下你在的地点，他希望你去学习这个，那么我们就可能没有办法去逃避它。既然没有办法逃避，为何还要去逃避呢？所以7号牌是说 To the sea， 让我们真正的沉浸在大海当中。既然我们当下没有办法在大陆，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海洋，那我们就去感受海洋的美，我们就去感受海洋的力量，我们就去感受海洋能够带给我们的不同的风景。所以不是去挣扎，不是去抵抗，也不是去逃避，而是勇敢的面对和接受。第二张牌呢是19号牌 Flexible， 这张牌讲的是灵活。这张牌呢其实加起来是一个所谓的10嘛，那么10呢就是1，又是10号牌命运之轮。这张牌是在讲生活有的时候呢会带给我们一些惊喜，会出现一些转弯，而我们呢有的时候并不清楚什么时候这个惊喜会到，或者是说我们也不明白这个转弯什么时候会被我们给撞见。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要灵活，我们就要灵动。这张牌是在讲当前呢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不要太过于的控制。OK， 不要太过于的控制。有些事情等到了那个地点，我们所谓的水到渠成，这个人已经默默的偷偷的在为你做一些事情，何不让他用他的方式去表达他对你的爱呢？我们在跟一个人连接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很希望对方用我们喜欢的方式来爱自己，但是呢对方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呢他爱你的方式未必是你觉得你最喜欢的，可是呢这并不代表他不爱你。所以呢我们这边又回到了这个人究竟会用怎样的方式，用如何的语言去表示他对你的爱呢？那么这一点请大家不要去强求不要去强求。我感觉到这个人对你的爱很深，如同你对他的爱也很深，那么你们两个人呢就是不要错过。19号牌 Flexible， 很多时候会出现转弯，很多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转机，很多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变化。当下不是下决定的时候，当下不是控制的时候，只有当你放手控制，真正的让自己所谓的顺应以及接受，那么好运呢会马上的来到你的身旁。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未来的6个月感觉你们的关系就是会出现好转，甚至会出现一些让你们可能久久期待就想看到的一个景象和样子那么在这边呢就提前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可以和好如初，祝福你们可以幸福美满。好，那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宇宙的能量，看一下关于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接下来
何去何从？感情关系的一个中期发展方向，我们看的是未来6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的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这里选的是这个魅惑霓虹蓝的宝石放在这里。首先呢，我们要来通过你们选用的这一副灵性宝石的牌卡，我们来连接一下关于当下呢你跟这个人的关系的一个背景信息，你跟他目前走到了哪里，或者是关于你们2个人的重要来自宇宙的提点。那么这些能量呢，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验证。好，宇宙告诉我，选择第3组牌的朋友关于你跟这个人目前关系走到哪里呢？这个是黄金疗愈水晶，然后是亚马逊石，Open the door, loosen your grip。这2张牌呢，在告诉我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跟这个人关系呢，如果当下发展的有一点慢，或者是存在分手断联的情况你们2个人控制太多，你们2个人呢要去打开门，打开什么门呢？是打开内心的大门，然后呢要松开你们的这种握紧。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在这段关系当中，就是保护欲很强，保护这段关系，保护你们的情感。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要能够让对方做出他的贡献，或者是说要给对方机会去表达自己，展示自己。就像一个妈妈去照顾孩子，我们把孩子比喻成这段关系，把妈妈比喻成你或者是对方的话，你们呢就是这段关系的父母。有的时候孩子要成长，父母亲呢就是保护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够过多的保护。有的时候呢，要给孩子一些机会去呼吸，去犯错，去在错误当中找到那个经验和教训，然后呢是茁壮健康的成长所以说在第3组牌的朋友这里，我连接到的关于你们的一个背景信息，可能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你们需要去让这段关系有呼吸的空间，有呼吸的可能。也许你们2个人都没有错，只是说用的方式和用的方法可能让对方接受不了，或者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们越控制抓越紧，反而是把对方推得越远。所以我们现在呢来抽一下塔罗牌，看一下具体的关于这段关系是怎么回事呢？好，你就告诉我第3副牌的朋友这段关系背景信息。这张牌，宝剑5，隐士牌。这边我听到就是说2个人大吵之后呢，就一个人猫了起来，意思就是说吵完架以后不想解释，不想承认自己的问题，也不想去做太多的沟通，自己一个人约在自己的小屋里，或者是自己去我们所谓的过自己的小日子了，不管对方了感觉到这个对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能量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提示，这段关系怎么了？我们这里有宝剑国王，然后呢是命运之轮，2张逆位的牌卡。你们遇到了一个阻碍，你们突然的发现外界出现了一些事情，你们可能觉得应付起来有一点难，或者是觉得2个人就是说卡在这里有点转不过来。那么在这样子的能量之下呢，你们心里就会有一点所谓的犹豫那是要坚持吗？坚持一起去面对吗？面对能够解决吗？还是说不坚持，干脆离开，干脆放手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目前心里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对方心里的一些能量那么我看到呢，其实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所争执的这件事情不一定是2个人情感的问题，你们所争执的这件事情呢，有可能是外面的事情。我们这里出现的命运之轮，那也就是说宇宙呢丢给了你们关系的一个考验，有可能是来自于家庭的，有可能是来自于朋友的，有可能是来自于工作的，有可能是来自于当下你们的，比方说一个事情引发了你们2个人的意见的不合，你们2个人于是呢发生了重大的分歧产生了非常大的矛盾和摩擦，
你们谁也不会相让于谁，也不愿意承认说我错了，你对了，或者是说我好像这样是不行的，你那样就一定可以。所以呢，宝剑五啊，命运之轮出现，你们两个人一定是外面的事情出现在你们的面前，你们应付的方式、沟通的方式、想法不一样，所以是两个人呢产生了非常大的思想的碰撞啊。所以呢，在语言方面可能也是比较激烈一点。那么目前的状况呢，这边第三组的比较像是冷战你们的关系比较像冷战，或者是说闹得有点僵，甚至有人可能会说很重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那就分手分手就分手就这种感觉哈。所以说对，这个是我现在连接到的那么宝剑国王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们需要去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但是呢，这个宝剑国王现在是逆位的，很明显这边很多朋友其实是不舍得离开这段关系的，是不舍得真的就是离开他的，但是呢，可能又不愿意去出来，我们所谓躲起来不去面对，不去理会，把自己躲起来，或者是对方也是用这种方式他躲起来，不想跟你去沟通，不想跟你去和解，也不想给你解释。所以你们两个人可能就在这样子的能量之中把自己关在了自己的家里，把自己关在了自己的房里，不想去打开自己的心门，不想去为对方打开这扇门控制，对吧？ Loosen your grip。 好，那我们今天的能量连接就到这里了。现在呢，我们就具体来看了这段感情呢，未来中期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的6个月你们能和好吗？ OK， 你们能不能和好，或者是说未来的6个月关系的一个进展情况是越来越好了呢，还是说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我们来看看宇宙的一个提示。 OK， 好，我们出现了一个 Knight of Pentacles、Ace of Cups， 然后呢，这两张牌是一个逆位的金币骑士的逆位和圣杯一的一个逆位。未来6个月感情发展的方向 ，Six of Pentacles 是正位的，这个是金币6，权杖1逆位，圣杯6。金币国王，好的。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量究竟是在说什么呢？我觉得这边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很温很温和不是那么的激烈。未来的6个月关系走向我们这边比较多的是停在土象跟水象的能量当中那么我们这边呢，金币骑士的逆位它其实在讲的是，可能你们两个人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发展都是比较温温的、缓慢的、稳定的、稳固的，这种方式是你们喜欢的，这种温温的感觉，这种细水长流的感觉。但是呢，不尽人意的是，突然出现了一个外界的因素、外界的能量无论是朋友、家人还是什么外界的事情，打乱了你们的步伐。未来的6个月呢，首先我们看到了金币骑士的逆位，它是在讲原来的那种发展方式可能会有所改变，有所停滞。也就是说，如果你跟他之前是一种比较固定的一种方式，比方说送早餐接送或者是一起上班、一起上学这种方式那么未来6个月，首先呢，我们看到是两个人可能就因为生气了嘛，因为冷战了嘛，因为闹分手断联了嘛，所以就是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之前的那种相处的模式，之前的那种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的一些给予，我对你的一些给予，都会停下来都会停下来。第2个能量呢是圣杯1，这张牌呢是在讲你们两个人的心将为对方锁起来，就是说你不愿意再去爱他，他也不愿意再来爱你。他的这个不愿意再爱呢，它是一个暂时的。我们这里圣杯1是一个逆位嘛，
其实你跟对方两个人都有很多的情感给对方，或者是对方也有很多情感是针对你的。但是呢，你们在未来的6个月的前期，你们可能会有一点把自己的心上锁。我们看到这个当下你们是隐士的能量嘛，就是说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家，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愿意出去，不愿意去理这个人。那对方可能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你们两个人有一点在拒绝去面对彼此，拒绝跟彼此沟通，拒绝再去所谓的给他情感，给他爱。那对方可能跟你也是这种相互 block， 相互阻塞，相互阻拦你不要管我，我也不要管你，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就这种感觉然后呢，我们这边出现了金币6，然后有权杖1，这张牌呢在告诉我其实未来6个月的中期，也就是3个月时间左右你们两个人应该会关系有所好转2个月到3个月以后。那么金币6呢是在讲，因为你们的生活里如果有什么交集的地方，这些地方呢会把你们推出去。比方说你们两个人在同一个学校上课，那么就有见面的机会，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在一个小组就有合作的机会，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呢要去工作，有共同的项目要做，或者是说你跟他之间有一些合作啦或者是有一些必须要去沟通的地方，之前报的兴趣班，之前一起报的什么小组，那么这些东西就会成为你们的一个外力，把你们两个人带到一起。所以呢，这个是在未来2个月、3个月之后会发生的一个感觉。当这些外界的因素呢出现在你跟他的面前，你们就会抓住这个机会不是说为了对方去走出自己的小屋而是说我不理你，但是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比方讲，我不理你，我做我自己的功课；我不理你，我做我自己的，比方说项目。反正我不是为了你出来，而是说这个工作需要我；我不是为了你出来，而是因为这个学校这个小组需要我。所以是这种感觉。那么在具体工作跟学习做项目的时候，你们两个人是比较理智的。第3组牌的朋友你跟他都是理性的人，都是理智的人所以说在工作里，在学习当中，或者是在共同经历的这个事情里面，你们两个人是比较温和的在相互的，就是说做出你们该做的事情。这个是土元素嘛，所以是很公平的，你给我这个，我给你那个，或者是说在工作方面他需要什么你会给，就是不会说因为两个人情感出现问题，所以工作也全部都不要再联络，不要再去一起共事，或者是没法跟你在一起工作，不会。你们在工作当中，在学习做项目当中其实还是会很正常的一起去工作，很正常的一起去为这个项目，为这个小组去做贡献，这一点是不会影响你们的。但是呢 Ace of Wands 是逆位，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心里都有点痒痒的，就是在共事的时候因为毕竟见面了，毕竟两个人又有机会去沟通了，虽然说不是正面感情问题，但是呢你们就能够在那种小小的话里面话里有话，或者是含沙射影，带着责怪，带着一点责备，带着一点小小攻击性去说一些语言。那么权杖1的逆位呢，在告诉我你们两个人在未来6个月中期其实还是不会就是放过彼此不愿意轻易的放过他，那对方也不愿意轻易放过你，你们两个人就是因为那件事情彻底的就是有一点像是过不去这个坎的感觉所以权杖1呢其实是在说这些外界的因素是个引子把你们引出来了，给了你们机会和好，可是你们还是很倔，还是不愿意去和好好，那经过了3个月的这个所谓的磨合期我们来看一下最后2张正位的牌圣杯6和金币国王。圣杯6呢是在讲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冷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所谓的生气，或者是自己在自己的家里面做一个疗愈，那么你们呢开始慢慢的想起对方曾经对自己的好，对方呢也会想起曾经你对他的好，你们两个人曾经所拥有的记忆，你们两个人曾经所拥有的浪漫，你们两个人曾经所拥有的那些吵架斗嘴的趣闻和趣事，你们会想起很多很多有关于曾经你们两个人一起经历的种种。所以呢这个能量非常明显，我觉得是把你们又带回了过去的那些场景，也许你们会去到曾经你们一起看电影的地方，OK， 也许你们会去到曾经你们一起吃饭的地方，或者是曾经你们相遇的、巧遇的、偶遇的那些场景，你们可能有一点像是再来一次的感觉，
会有这个机会让你们再一次的就地重游，或者是让你们再次进入曾经的那种情绪当中，去回顾，去重新体会这个人在生命当中他是如何的意义存在。那么最后一张牌呢是金币国王，明显的能量在升级啊。我们第一张牌呢是金币骑士，我们的最后的一张牌呢是金币国王，而且是一逆，最后到了正位。也就是在说啊，你们两个人未来6个月，其实最后到6个月的时间，也就是4、5、6，过了3个月之后，关系就会好很多了。是通过自己的一种疗愈，通过一种冷静，通过一种沉淀，我觉得是原谅了彼此。是原谅了彼此。所以金币国王呢是在讲你们两个人会和好，你们两个人呢会对彼此很好，之前呢没有做的会在6个月的时间里面做出补偿。比方说曾经没有给对方送的饭，曾经没有给对方洗的衣服曾经没有给对方比方说煲的汤等等这些小事情那么未来的经过了这个6个月5、6个月的时间，你们可能会加倍的对彼此好，你们会加倍的补偿彼此，会加倍的让你们重新感觉到其实你们的心里是有彼此有对方的。所以呢就像是心关上门，然后经过3到6个月的时间，新的这个门再次的打开，那么曾经没有表达出去的情感，曾经呢酝酿在心里鸭子嘴很硬不愿意说的一些情话，可能会在最后的5、6个月时间有机会去做一个表达。所以呢第3组牌的朋友这边比较像是吵架生气，比较像是这种夫妻斗嘴的感觉但是呢你们两个人的这种疗愈期稍微时间久一点，因为第3组牌的朋友你跟他之间可能是比较属阴性能量这边土和水的能量更多，我们这边有处女座的能量出现，对吧？有处女座，然后呢可能水象的能量也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说土跟水呢都是比较被动一点的。那么在爱的时候呢会慢，那么在所谓的原谅彼此和重新接受彼此的时候呢可能也是会慢一点。那第3组牌的朋友总体来看我还是会觉得这段关系其实有在未来6个月时间之后就是得到缓和，甚至有变得更好。你们两个人爱彼此的方式可能就是为对方服务，或者是说给对方买礼物，是一种奉献和给予的方式。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可能这种给予的能量会很弱，会感觉到对方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为自己，你也可能没有机会去做什么事情为他。但是经过3个月之后，慢慢的就会开始又想去做了，慢慢的可能就又想去给予了。所以呢这段关系和缘分会在6个月之后呢，我们看到这种给予和爱的力量会增强会增强。好，我们最后的一张牌，我们来抽一下这个巫师之钥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呢当前想给第3组牌的朋友给当下的你什么样子的建议，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解药。如果你有任何的心结的话，我们来听听这个宇宙的指引吧。感恩宇宙。好，巫师给你开的解药巫师之钥，这段关系当下你该如何应付，你该如何面对呢？感恩宇宙。OK， 鸟，自由。这个鸟呢它其实是来自于一个风象的元素我这边呢感受到的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这边水和土的能量很多，对吧？水跟土，那水跟土呢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点外冷内热，或是有的时候有一点点就是说说的少做的多。那么我们这边出现了鸟这个元素，非常明显的在这段关系当下你们可以加入更多的风象元素。风象元素呢它的能量是在讲一种自由感，一种灵动感，一种所谓的我们所谓的灵活性那么当下呢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以去让自己的心首先不要那么的沉重，不要那么的固定和保守。有的时候呢我们关上一扇门也许我们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漩涡，我们进入到的是一个死胡同，那么那个死胡同呢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到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
当我们进入到了死胡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长出我们的金翅膀，也就是让我们的思想把我们带出当下的死胡同。无论这个死胡同是情绪的死胡同，还是我们所谓的想法当中的思想当中的死胡同。当我们看到了这个鸟出现在当下的能量当中，宇宙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鸟这个元素，也就是风象这个元素，把你带出当下的一个漩涡。你看这里的漩涡是这样子向上飞翔的。那我们呢要跟宇宙连接，我们在 3D 的世界生活，不能够仅仅能量只存在于 3D 的世界。也就是说，你跟他之间呢，可能是因为一些俗的事情，也就是生活当中的事情弄得两个人关系不好，弄得两个人吵架闹分手断联都有可能。可是呢，当下宇宙说，有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在生活，我们所谓的这个 Monday Life 加入更多的 spirituality， 也就是说加入更多的灵性，加入更多的直觉，加入更多的我们所谓的灵动性。我们要像鸟一样能够自由的飞翔，把自己带出当下的死胡同，让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去看当下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两个人卡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两个人吵架吵得那么严重，究竟这件事情是大事情，是原则上的事情，还是说这件事情其实根本就没那么重要。有的时候只需要去松一下这个手，不要去控制，不要去挣扎，不要去所谓的一味的一定要怎样，我们把它松掉，我们也许就能飞起来。如果我们紧，我们就沉下去，我们就掉下去了。所以呢，当下宇宙在告诉你的是自由，我们要让自己飞起来，给自己自由，我们要让这段关系飞起来，给这段关系自由。那么你们当下所面对的困境，或者是当下关系的阻碍，包括这个命运之轮的逆位，也许就能轻松的转动起来。命运之轮当下是逆位，不就是需要那样子的一推一转，就转成了正位，就变成了有利于你们吗？所以说当下第3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想让这段关系缓和，如果你想去我们所谓的解救或者是拯救你们的爱情的话，那么当下首先要从自己开始，在思想上做一个改变，做一个调整，让我们自由，让我们去积极的热情的飞翔，去看向这个美好的世界，去用一个感恩的心看向美好的我们眼前的状态。那么从内而外的转变，就能够去改变这个实相，就能够去改变当前关系的状态。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来自宇宙的指引未来6个月你跟他的关系是能够越来越好的。所以呢，在这里就提前祝福第3组牌的朋友可以迎刃而解，轻松的化解，让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好吧。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祝你们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